大家晚上好，然后欢迎大家来到蒙币的直播间。然后我们今天直播的内容是，Vibe Coding 一个植物大战僵尸。植物大战僵尸，如果大家玩过的话，应该对这款游戏比较熟悉，就是这个游戏还是挺出名的嘛。对，然后，对于那些没有玩过的玩家而言，我简单介绍一下，就《植物大战僵尸》，它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塔防游戏，然后玩家任务就是种植植物，然后以抵御不断来袭的僵尸，一波一波的僵尸。然后它的那个机制呢是有一个叫阳光机制，就是开局的时候会有阳光从天上掉下来，然后你需要收集阳光，然后就每个植物都会有各自的阳光需求，然后阳光需求满足以后，你就可以种对应的植物。对，然后宗教比较枯燥嘛，然后我们就是为了避免那个什么版权争议，我们这里并没有使用原版的这个素材，比如说向日葵或者豌豆射手以及僵尸这些东西，然后我们转而是使用自己拿 Gemini 跑出来的一些素材来用作游戏的素材。对，然后这是一个大概的，对《植物大战僵尸》，也就是我们今天要 Vibe Coding 的一个游戏的简单介绍。对，然后我们就打开我们的 Cloud Code 来写这个提示词。对，然后就比较简单写提示词，让它以做一个大战僵尸游戏，可以。其实，对，然后为了让 AI 生成的更有，就是我们这个游戏呢会用到我们这个 Mobi 的语言和一个叫那个 Selene 这个游戏引擎。我想打开一下浏览器。对，然后这个的话是我们这边做的一个游戏引擎，然后的话它是支持一个叫 ECS 的架构，然后这个引擎呢，和 ECS 架构后面会由这个引擎的作者雷震宇来简单介绍一下。对，然后我们先把这个先跑起来，然后我们给他一些 reference 参考。然后就我们先把，就是我们之前克隆好了这个游戏引擎的源代码，方便 AI 查看。对，看一下。说不定你可以把把啥？Docs 下面的 tutorial 发给他，这个对吧？下面的 tutorial，但我如果把整个东西都送给他，他应该也会看到。对对，没问题。那就这样了。然后现在这个卡洛克就开始干活了。对，然后我先看看。哦，等一下，我先把那个 OnSave 打开。对，然后现在就请这个 Selene 游戏引擎的作者提示器最后一句打两个的。这个应该没关系吧？大模型很聪明的，就是没关系。然后不直接将大模型给大模型
让自己看这是什么素材吗？因为我们就是在这个我们的素材文件夹里面已经放了这些素材，所以说大模型会自己去这个 assets 文件夹下面找。如果它发现这个东西是一个图片的话，它就会对你直接去读。对，然后接下来我们请 对，Selene，等一下，你要带领大家看一下那个素材大概长什么哦，样子，然对，后我们，嗯，行行。我们大概做出来那个东西里面会包含哪些元素？然后简单带大家过一下素材，就首先是那个背景图。背景图的话，可以看到就是说，这是右边是僵尸出现的地方，然后左边的话是我们的房间，就是我们需要种植植物，阻止僵尸从右边走到左边。然后这里的话是5个乘8的一个场地嘛，你可以用来放置植物。对，然后为了防止 AI 这个视觉上面数不清到底有多少个，就是它这个中间这个场地的位置和大小嘛，所以我们贴心为它准备了一些这个描述性信息，告诉它中间这个，哎，这个我好像放不到，对，但里面的话就是包含了中间那个场地它的位置在哪里，这个场地大小是什么，然后它 layout 的是有5行有8列，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 BGM，就是大家说不定对，这是一个比较激情的 BGM，用来对用作战斗时的 BGM。然后这个的话就是胡萝卜藤，然后这个东西的作用跟原版里面的豌豆射手是比较像的，它可以向右发射胡萝卜，用来那个打击僵尸。然后的话，这个是一个香炉小车，然后如果大家玩过原版的植物大战僵尸，就会注意到，就是你在这个场地右边不是说错了，左边，你会有一排一排的黑色小车，当你僵尸走到左边的时候，小车会冲过来。就如果你没有你的植物没有在僵尸把它们吃完之前全部干掉的话，那么僵尸就会走到左边。但是你有一个保底机制，左边小车会把这一整列的僵尸都干掉。对，然后这里是一个鼠标指针的素材，然后是失败的显示在屏幕上的内容，和这两个是游戏的一些暂停和选项。然后的话，这个可能就大家一时半会儿猜不到这个是什么，就是这个原版里面钱相当于是阳光嘛，阳光相当于是钱嘛。然后这里的话，我们把它换成红包，对，然后铲子就是铲子，可以把种下来的植物给铲掉。然后向日葵的话，对，就是虽然说他们是向日葵，理论上他们应该产生阳光，但是我们在这个游戏里面，它产生的是这个红包。对，这个向日葵就是那个原版里面的向日葵。对，然后我们有个字体，因为然后游戏引擎就可以让那个游戏字体里面看起来好看一点。然后这是胜利的结算画面，然后我们还有坚果墙，坚果墙就是原版坚果墙。对，然后我们还有就是有一个 indicator，也不是 indicator，就是有个波数指示器嘛，就是会告诉你当前僵尸到第几波，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第五波这样子。然后的话，我们有2种敌人，一个是攻速比较快，但可能伤害比较低的小狼，还有一个就是可能跑的没有狼快，但是它可能血比较厚或者攻速比较高这样一个僵尸。对，但反正我们这些其实都没有，虽然说我是这么想，但是这些应该都不会写在提示词里面，然后就让 AI 去干了。对让 AI 自己来悟一下。对，让 AI 自己 figure out。那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游戏引擎。行，然后我把投一下 P。OK，现在画面正常吗？直播的画面？正常的，正常的。
好的，那应该画面上是我的浏览器有一个画板，对吧？对，我这边其实看不太清楚。好的，好的。那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今天 Web Coding 的这个植物大战僵尸，它后面的代码原理大概是个什么样子？就其实这个东西呢，如果参加过去年的 MGPIC 的同学，应该是比较熟悉的。我们可以直接在哔哩哔哩搜一个叫 Moonbit 游戏开发教程，大家就能够在应该就是第一个视频就能够看到我们这个游戏的一个完整的视频教程，有3期，这个是非常非常详细的，甚至会教大家写代码，一步一步的把一个案例游戏给做出来。然后呢，如果大家不熟悉，因为这个游戏引擎到目前为止也经历了非常多的变动，我不如先跟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的，给大家举个例子。首先呢是这个游戏引擎现在有了一个 Relief 后端，Relief 是一个大家可以理解为桌面端的，包含窗口啊、输入、输出，还有这个图形画面渲染的那么一个框架一个库吧。我把画面调大一点。然后呢，现在 Selin， 因为 Selin 毕竟关注的是游戏的逻辑层，所以后面接上 Relief 了之后，我们的游戏就可以在我们电脑的本地上运行了。去年大家应该记得，就是这个游戏主要是在页面上跑的。那我们不管，我们现在先看一下我们这个 Game Party 这个里面的游戏都是用 Selin 来做的。里面有很多游戏，这些游戏大家都可以去尝试着玩，然后我会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的吃豆人。吃豆人，现在这是一个纯3D 的游戏，就是并不是跟之前一样用2D 的方式去模拟的一个画面。这样，我可能需要把这个游戏画面给拖过来。这是我们用 Selin 引擎做出来的一个3D 的恐怖游戏《吃豆人》，大家能够看到现在 Selin 在游戏的完成度上能达到一个什么效果？比如说这个天花板，然后墙壁、地面的这个纹理，还有敌人的这种多面体形状，以及它发出的这种光线，这都是现在Selin引擎和不同的后端都能够做到的。这个在网页上也是会有一样的效果。OK，那么游戏引擎本身的示例就演示到这儿。那个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引擎后面用到的这一套编程的方法叫 ECS 框架，它的整体的原理是什么？我们在游戏编程的时候，游戏编程主要是一个循环。就是 game loop。那游戏循环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说，这个游戏从入口进来了之后，它就会一直在一个循环里面跑。然后如果要退出，它就只有这一条路可以退出去，否则的话就一直在一个循环里面不停的跑。有点类似于大家能见到的那种所有的模拟系统，基本上都是，或者是像操作系统，甚至都有点类似于这种逻辑。那么它每一次循环的这个过程是按照一个固定的频率，在我们的Selin 引擎里面，它一般就是64赫兹，或者有的可能是60赫兹。然后如果你的计算任务游戏循环比较大，计算任务比较重，有可能这个帧率就比较低，但这个无所谓。甚至你的那个游戏的物理逻辑和它的输出的画面是在这个循环的频率是不一样的，这个都是有可能的。那么我们一般会怎么去构建一个游戏的逻辑呢？其实我们是要写一堆东西，比如说像刚刚说那个吃豆人的游戏，我们一般是会有一个主角，我们一般叫 character。
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物件，比如豆豆，我们在游戏里面就叫 dots，就是点。然后还可能会有敌人叫 ghosts。那么这些东西它们是怎么具体的运作逻辑？运作逻辑我们可以这样想，就是我们的角色它可以移动，就是它是可以移动的。那幽灵也是可以移动的。那移动的具体过程是干什么呢？其实就是把这个角色或者是幽灵里面的位置，根据速度进行调整。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写成位置加等于速度这么一个公式。无论是角色移动还是幽灵移动，都是遵从同样的公式。但是我们的小点点还有像什么墙壁，我们的游戏里面还有墙壁这种元素。sorry， 它其实是不会移动的。那么这个游戏的循环，我们的循环里面就会写一些什么逻辑呢？就是在每一帧的时候，我们去便利所有的 character， 然后对所有的 character 施加下面这个公式，然后同样还要去便利所有的 ghosts， 对所有的 ghosts 也去施加下面这样一个公式。但是呢，对 dots 和 walls 又不会施加这么一个公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我们的人物它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内容，比如说人物它会有一个绑定的相机，它还会有自己的视野，还会有生命值啊。其实生命值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然后幽灵它会在这个游戏里面没有，但是说不定它会有类似于攻击力这种属性。那我们现在其实就面临一个困境，就是我们怎么把这么多的属性和不同的角色给配对起来，然后又能保证我们的代码的简洁。然后在这个条件下，我们催生出了所谓的 ECS 架构。ECS 架构大家可以认为，我们现在把这个东西这么摆放一下，算了，这保证上比较困难。大家可以这样认为，就是我们在代码里面写的内容，我们的 source code， 在代码里面写的内容大概是这个样子。太大了。比如我们定一个类型，它就叫 position，然后我们还可以定一个类型，它就叫 velocity， 还可以定一个类型，它就叫 health， 还可以定一个类型，它就叫 attack。然后对于像点，每个点得到之后还有分数，我们还会给它定一个类型，叫做 score。那怎么把这些东西全部给组织到一起呢？我们其实，在 ECS 架构里面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我们把这些东西上面这些属性，通通叫做 components， 就是组件。然后拥有这些组件的角色对象叫做 entity， 就是实体。所谓一个实体，就是说一个角色它是一个实体，一个墙壁块也是一个实体，然后一个幽灵也是一个实体。那么具体的这种 position 加等于 velocity 的这个逻辑发生在哪呢？我们把它叫 system。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move， 它就是一个 system。然后像每个点拿到之后进行得分，这个得分叫做或者是幽灵对人进行的攻击，然后这个attack human 这个过程也可以叫一个 system。我们在这个逻辑里面，在最开始的时候会去把这些 entity 全部给初始化好，给每个 entity 绑定一些自己的 components， 然后在每个游戏循环里面就会不断的去运行所有的 system， 然后 system 里面还可能有个最经典的就是 render， 你这个组件要不要打印到屏幕上？像我们刚刚画面里面那些元素都是打印到了屏幕上，
那么需要打印到屏幕上呢，就会被这个 render 系统给便利出来，并且在 render 里面去调用相应的函数来把一些物件给打印到屏幕上。这种组织代码的方式就叫 ECS 架构。ECS 架构它最广为人知的优点是它的性能，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些组件它在内存里面存放的方式，其实是类似于可以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我们这里有一个 position storage， 我们是怎么存放所有的 position 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一个 hash map。用这种方式去存，当然这个不一定是最高效的方法，但是大家就假设这个 map 是一个接口的话，就是我们在内部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存。这种方式带来一个直观的优点，就是它的数据缓存肯定是非常友好的，因为我可以把所有的跟 position 相关的东西全部放在同一个地方，然后去读去写。另外一个，它对代码缓存也是比较友好的。因为我在一个 system 里面，我是会对，比如说 move system， 它就只是去修改读写所有的这2个组件，它不会碰其他的任何组件。然后它现在在执行的代码也全部是跟 move 相关的代码，会反复的执行非常多遍。这个是对代码的缓存控制流的缓存也是非常友好的，这是一个最直观的性能优势吧。另外是它的并行性比较好，并行性好主要体现在我们的游戏循环里面会有非常多的 system， 然后这些 system 每个 system 读了哪个组件，写了哪个组件，它们之间会有一个依赖关系。一般来说，我们的 ECS 框架，比如说我们现在给大家演示用的这个 Selenium 框架，它会去分析这些组件之间的应该说系统对于组件的依赖关系。然后在内部给它进行一个很友好的那个，就是对性能很友好的那么一个调度。这里面还有一个性能优化点在于，一旦编译器它知道了哪些系统会读写哪些组件，它就能够最大的努力去进行并行。这也是调度里面的一个非常好的优化点。不过 Selenium 的话，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Moonbeat 现在对于多线程的支持就是没有，官方是没有支持的，所以我们的所有游戏逻辑都是在一个单线程里面去运行的，也就没有并行友好的这么一个优势。但是对于大家作为开发者而言，这一套做法最大的优势其实是它的架构非常干净，解耦程度非常高。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们大概会怎么去组织这所有的游戏里面的逻辑？其实最后会变成一团浆糊。为什么呢？我们的 character 它有几个不同的字段，那我的 ghosts 也有几个不同的字段，这里面有一些跟 character 是重合的，有一些又不重合。然后这个 ghost 它和 dots 也有可能有一些内容是重合的，有一些内容可能是不重合。那么要问我的 system 里面会去反复的针对每一个 entity 进行一个 ad hoc 的操作，要么我就对于每一个 entity 都实现一个 update 的函数，然后让 game loop 去主动的去调。哪一种情况下它的扩展性都不好，就是大家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游戏编程里面的所谓 expression problem， 会要么在横向，就是我添加不同的组件之后，会需要写重复的代码；要么在纵向，我添加不同的 system 之后，我需要写重复的代码。但是用这种方式，用 ECS 的方式去组织代码的话，对于大家来说，最开始可能是一个脑力上的考验，但是习惯了之后，应该会觉得这种方法组织代码的话，还是一个非常干净的架构。我们大概可以在这里，参考一下。哎，我们的 Web Coding 那边进度怎么样了？需要切过去看一下吗？我看一下。哦，他好像希望问我一些问题，当时。如果需要我们把屏幕切过去的话，就可以切一下；不需要切的话，我可以接着再给大家看一下具体的 ECS 架构是怎么运作的。
哦现在已经是正宇的画面了，你直接切过去就行。 ，OK，行。不对，你要把那个腾讯会议打开。这样吗？对对对。哦，倒是有一些问题，我回答一下哈。之前有次答疑，我记得是推荐用 GPT Codex，这次为什么换成 Cloud Code，有什么考虑？这个的话就单纯是我个人喜好，我自己用 Cloud Code 用的比较多，所以我换成 Cloud Code 了。对，这个的话应该最近 GPT Codex 和 Cloud Code 应该能力都很强，所以差别不是很大。还有点像 Minecraft 里面 GameTick，是吧？就可能大家做游戏都挺像的。能否演示一个企业应用项目？这个不是我们这次那个直播内容。然后 Mobi 是不是还处于一个中间键卡？这个我好像没有太清楚你到底要问什么。对，你那边能投屏吗？可以的。我这边先操作一下，大家先稍安勿躁。我们现在Cloud Code 是问了我们几个问题是吧？对，是的。现在是好是吗现在是他的画面。？OK，那这里你应该可以继续讲。我可以接着讲了是吗？我们不需要再对。好的。那我们继续讲一下我们这个游戏的一个范例，就是刚刚那个吃豆人游戏吧。我们的游戏入口其实是个main函数啊，main函数里面调了一个叫 run 的函数。这个内容我们暂时可以忽略，不用管它。比较重要的是，对于在 Selenium 里面 ，Selenium 的整体的架构和Bevy， 大家如果熟悉 Rust，应该会了解一个叫 Bevy 的项目，它和 Bevy 的 API 长得是比较像的。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做了什么。我们这个游戏首先进来了之后，我们给它设置了一个画面的高度和宽度，然后它的缩放比是1.0，就是大家如果想让游戏画面变得更大一点，就直接调缩放比就可以，就不需要把游戏里面所有的那个参数用魔法数字全部再乘个几。然后我们设置了一个 FPS 的上限，后面这个这个参数大家可以不用管，如果大家是做那种像素游戏，可以把这个设置成 false。关键的一点在于我们引入了一个插件，这个插件叫做默认 3D 插件。就如果大家要做 3D 游戏，直接把这个插件加进来就行了。我们一会儿会跟大家看一下这个插件里面都有什么。一般来说，一个插件里面就是一堆系统的组合。然后我们这个游戏还有一个自己的系统，其实说是一个自己的系统，应该来说也有一大堆啊。我们看一下都有些什么。比如说我们在第一个系统里面会去处理玩家的输入，第二个系统里面会去更新幽灵的状态，第三个系统里面会去对打光进行 debug 的调试信息的输出。这个的话是方便我们当时开发游戏的时候调试的作用。然后这个下一个是小地图的显示，还有一个是 HUD 的显示 ，HUD 的显示。比方说这个 Player Input System。我们要做的事情啊，前面一堆都是调试信息，大家不用看。比方说，如果检测到了用户按下了 Escape 按键，那么我们就会发送一个就是退出游戏的那么一个指示。而且这个地方也有一点微妙，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刚那个游戏，其实它是一个会捕捉玩家鼠标的游戏。就是如果大家玩过3D 游戏，像CS 这种第一人称射击游戏，这个游戏一定是要捕获玩家的鼠标的，就是玩家的那个指针会固定在画面的中心。但是呢，我们如果想退出游戏，一般来说，
我按一次 Escape 按键，它会先让这个鼠标脱离游戏画面的捕捉。这样的话，用户可以暂时就拿这个指针去干一些别的事情，然后再按一次的话，才会去真正的去退出。还有一些下面就是，如果我按了 W 键，那么我的方向就会怎么增加？根据我面朝的方向，这个面朝的方向就是通过玩家的这个朝向的 sin 和 cosine 算出来的。大家如果对数学方面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把这段代码阅读透，然后就知道我们这个 forward x 和 forward z 都是怎么算出来的。然后按 S 按键当然是后退了，按 A 是向左 ，D 是向右。后面我们还会通过对于玩家鼠标的正在移动的那么一个键距，来控制画面上这个玩家现在的朝向。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ECS 架构里面的 system， 它会在游戏循环的每一个循环都会把每个 system 都运行一遍。当然，你可以通过配置的一些参数，使得有的 system 每两个循环才运行一次，或者是按时间周期运行一次，这都是可以的。我觉得对于源码来说，有趣的内容也不是特别多了吧。我们就可能介绍到这里。4元素，我看到有观众提问，4元素呢？4元素也是有的。这个，我看一下，我们在这里能不能直接看到4元素的使用？这个游戏里面可能没有，用到，但是在 Selenium 引擎的 core 里面的 Math 包里面应该是有跟4元素相关的。如果大家需要用引擎来做一些奇妙的事情，可能会需要用到这方面的知识。然后还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就是我们 Selenium 引擎，除了一些很简单的2D 游戏和3D 游戏，像这种什么功能的WGSL 最简单的 WGSL 的渲染是可以做的，就是 shader， 我们有一个几乎能用的 shader 编译器，然后如果大家在浏览器里面跑的话，它后面我们还做了一个 backend， 是用 Web GPU 支持的 backend。这个就能支持更多的操作了，但是 Web GPU 的 native 端我们现在是还没有实现的。还有一些很有趣的东西是比如 sysinfo， 就是如果大家要去对系统进行 profile 和 debugging， 可能会用到这种。还有对于声音的处理，比如说，你要是想去反向播放一个音效，甚至对音效进行就是 mix， 这都是支持的。就是，甚至有很多你暂时想象不出来的很硬核的功能，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版本都支持了。我看一下最新是什么版本，最新是 0.29。去年大家比赛可能用的是 0.10 或者 0.17， 这中间已经迭代了非常多版本，大家可以都去尝试一下。我这边大概就介绍到这里吧。行，谢谢振宇。然后的话，就是这里有很多小伙伴提了一些问题，就是一个是以后会支持多线程嘛？这个的话，感觉目前来说，我们至少是最近可能是不会支持多线程的，因为多线程这个东西比较复杂，像你需要处理很多内存那个序上面的问题，和就是你需要处理很多 race condition 嘛，对，而且多线程这个东西可能就感觉对于开发很多不管是桌面端应用还是说服务端程序，可能多线程都不是一个非常必要的情况，因为像之前那个 Node.js 它就做得非常好嘛，对，所以说可能我们不会非常快的增加多线程的支持。那振宇，你之前是不是尝试做过一些多线程的东西？
你有什么对，想法如要说吗？果大家真的有这个需求的话，说不定你自己可以尝试去用一些，因为 Moonbeat 它对 C 的 binding 是做的非常易用的嘛。在 C 里面你可以去使用 pthread，当然，用这种方式你可能就非常需要关注在多线程场景下的一些数据竞争问题。简单来说，原理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有需要用多核去处理的那种重量级的计算任务，你可以呃把很多计算放到 C 里面去跑，然后在 C 里面使用 pthread。当然呢，C 也是可以把 Moonbeat 这边的函数拿过去用的。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去把边界给做得更清晰一点，因为Moonbeat 它在做很多方面吧，比如说 GC，其实 Moonbeat 现在的 GC 在 C 语言那一侧其实是并非是并发安全的，所以你可能要避免你的并发代码里面会掺杂一些 Moonbeat 的 GC 相关的操作。当然，我的建议还是说，在目前这个阶段，Moonbeat 对多线程的支持不是非常好，所以不推荐大家。嗯，对对，反正我可能也持类似的观点，就是目前多线程这个东西可能不太好做，对，就是在 Moonbeam 里面可能也不太好写。然后的话就是，有观众问，我想了解，就是说能不能做 B 端、中台 APP 这些软件？就目前来说，能肯定是能就是你从编程语言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是能的。但是说就是对，你可都没什么能需要，问题了。生态可能对，对，就是生态上面可能需要，对，就可能需要再发展一下。就是说，可能目前生态还不够太够。对的，然后 Moonbeat 今年会发1.0版嘛？今年应该是会发的，这个东西是在我们的 Sky 就在我们的日程上面的。然后说，感觉每次更新都挺大的，比如语法方面，LLM 很多引用老的语法，这个的话可能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就是说 LLM 它不可能就是说它总是用到最新的那些东西。然后我们现在也是在1.0之前嘛，所以是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开发节奏，对，所以这个可能，只能说是这样子的。但是你可以通过就是给那个写一些 skills，就比如说你经常观察到他经常某些语法用了老的语法，你可以自己写一个 skills，告诉他，呃，这是老的语法，你应该使用更好的新的语法，怎么写，就或者说告诉他怎么更改，就 migrate 到新的版本。对，OK，好像问题就解答到这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 A 件的进度，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马上就要写完了，应该是，就它这个 to do list 在这个 build and verify 中。行，我们看一下。我看到我这边，B 站这边有人说用 Moonbeat 来做寻路比较合适吧？是的，不过导航系统现在在 Vue 引擎里面还没有，我们可能在下一个阶段会去做，也可能就是1-2周的事情吧。因为导航系统它比较吃这种怎么说呢？比较吃偏好。如果你想做的话，它不一定要做到引擎里面去，可能放到库里面也可以，因为它不是一个非常跟引擎耦合的非常严重的一个东西。不过也是会做的，也是会做的。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跑出来结果，它又跑起来了。哎，看一下，看起来
我看一下，我来进行一下紧急调试。呃，发生什么状况了吗？对，哦，目前是不是跑出来没东西？对，我觉得有可能有一个点就是 Selin 它默认的那个 backend 是一个空的实现，所以你需要跟他说要让它哦引入 Selin relib，然后把它 override， ，OK 就 OK，说不定还可以给他一个例子。我觉得他好像自己也发现了这个事实，那我们可以让他修一下。这个用的是一个 virtual package，为了让游戏既可以在native 上运行，也可以在 web 上运行，然后也可以用一些不同的后端实现。我来看一下，哦，还有 BGM，这个窗户好大呀！哎，这个怎么？正宇那边可以把屏幕共享关了，然后让后墙这边开一下屏幕共享，这样声音就可以播出来了。哦，我看一下朋友。哦，好的好的。不用开那个摄像头，直接屏幕共对，享不然我看不到。可以看到了吗？可以看到了，可以看到了。这个好像有点大，对，这个画面太大了。我让 AI 改一改。对，我们跟他说让它变小一点，这个向日葵能种吗？能吧？啊，好像已经输了，我们可能要重新开一期。但是哎，它能哦，改的好快。在几乎没有提示词的情况下，把这些素材都给编排的这么精确，我觉得还是蛮厉害的。对，就是那个 Cloud，它虽然说它那个视觉能力不行，但是它还是能读图片，就可以知道在里面画什么。我感觉这个阳光有点吃紧，这对吗？对，这要调的就是游戏性上的东西了，游戏性上的这对，个这个内容，有点难了。一般来说也不是 AI 能够很轻松调好的。对，是的，这个就，然后这个铲子也是应该能 work 的，然后可以看到这个，狼这个怪物明显跑的要比好，是的，这也太难了，我们可以让他改一改，这个东西也太难了。对，有观众说，官方文档也得跟上呀，1.0得出个下拉框选版本才行。1.0之后应该每个版本改了什么，应该是能看得比较清楚的吧。现在的话，是类似于月报的形式在发放更新的信息。对，因为1.0版本之前，我们都是希望用户总是用最新版本的嘛，所以就是我们不会同时维护很多版本的文档，要不然感觉维护可能本身也是一个负担。OK，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些问题，看一下啊，这是哪个模型？是什么资费套餐？这个模型是 Cloud Office 4.6，这个什么资费套餐，就我不知道这个总转站
对的。然后 Moonbeam 具体做什么，能否做一些基础的软件，这个不太清楚。您说这个基础软件是什么？但比如说是编译器这种基础软件是很适合做的，就是你完全可以拿 Moonbeam 来写些 C 或者说别的一些语言的解释器啊、编译器这种东西。但比如说像操作系统的话，可能就相对来说会比较困难一些，就可能取决于你说的这些基础软件到底指的是什么。对，然后对，然后对，好像就没有什么新的问题。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修改数值以后的结果，看我能不能赢一局吧。总不可能一直输。看一下啊，萝卜藤能中了吗？哎，可以，哎，嗯，哦，这还行。确实，但是他好像没有聪明到把这个素材上面胡萝卜截出来作为攻击物，他只是用了一那可个橙色能矩形。有点强人所难。其实兔子并不吃胡萝卜。那确实，哦，一下游戏变容易了，真好呀。然后这会儿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尽快问，我们来就看一下我们同学玩直播男僵尸也行，或者我现在再把屏幕共享一下，我这边还可以有点东西分享一下。哎，可以，好，那你把屏幕共享关掉吧。行，好的。嗯，我这边调整一下画面，稍等。好的。我们这个司令引擎它是有官方的页面，就是大家点这个查看示例是能查看到示例的。这里面这个游戏开发教程的视频里面教大家做的就是这个游戏了，就是这个可以一边可以跑跑跳跳吃苹果，然后还可以踩在这种敌人头上，然后还带一个 UI 的控件这么一个游戏。然后现在可以跟大家预告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这个游戏现在可以有一个这个引擎有一个自己的编辑器，当然这个编辑器还是一个究极 pre-alpha experimental 的版本。我们基本上可以在这个编辑器里面导入自己的素材啊，然后在这个编辑器里面去对游戏的画面内容进行编辑，编辑了之后保存下来，就可以给那个游戏引擎使用了。中间这个 viewport 是一个 preview，就是这个想跟大家透露的另外一个信息是啥呢？就是这一套东西啊，它也是用 Moonbeam 写的。那么大家刚刚也对 Moonbeam 能做什么有一些疑问嘛？就是像这种应用，不管是跑到桌面还是跑到浏览器，就是这种 UI 都是可以用 Moonbeam 完全搞定的，甚至前后端都可以用 Moonbeam 来写。这就是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小事情。那我这边关掉了。我这边还要分享一下，是吗？对，反正我们这个游戏还有需要改进的部分吗？我感觉他是不是他没有写终局，他没有判我胜。哦，也可能需要编辑关卡的那种逻辑。啊，确实，也有可能，可能刚刚，OK，对，可能后面需要加一个关卡编辑器什么的，感觉都是比较后面的事情。
然后感觉像是实现成一个无限流的一个塔僵尸版本。哎，哦，打完了，那挺好。OK，游戏怎么测试？我看 Moonbeat 写快照不支持2进制文件，想写图片得自己写。你这个问题有点杂。你第一个问题是游戏怎么测试这个问题，可能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方法学问题。说实话，现在业界也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共识，或者是一套非常好的方法。以我的经验来看，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的未来吧，这个测试是很难做到自动化的，完全自动化。你最多也只能测一测 UI 行为，就跟测我们的网页一样，我点哪个按键，点进去之后会跳到哪个页面，就可能你就能测一测这个层面的东西。然后可能你可以写一些约束，比如说这个人不能卡到墙缝里面，然后让 AI 瞎走一下，就只能做到这个层面。但是你要说怎么把有个游戏通过测试测成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在这个层面进行质量保证，那恐怕是很难的。第二个是我看 Moonbeat 写快照不支持2进制文件，快照和2进制文件的关系是啥？我这个地方我不太理解你的意思。然后你后面有说想写图片得自己写。他这个意思，我理解说是他那个封面里面不是有那个 test 那个东西吗？就是 test， inspect 对，他那个 inspect 不能直接就是写到一个图片文件夹里面。写到图片文件夹。啊，不是，就是写到一个图片里面。对，因为我们那个 inspect 是支持从文件里面，就是相当于说是你可以 inspect，就把这个 inline inspect 改成一个文件 inspect。然后，对对对你这么说，我明白他的意思。对，就是目前不支持直接那个什么 inspect 成一个图片。这个我倒是不是很熟，我不太清楚到底有没有，到底能不能 inspect 成一个文件。然后我觉得有可能你也是不是关心这个游戏的图片素材相关的？如果观众是有这个方面的疑问的话，大家可以直接去看，我们那个游戏一个 examples 的源代码，就是直接把素材放到指定的目录下，然后在代码里面去引用那个目录就好。我这边应该也没有多余的内容了。行，然后我们直播是1个小时，对吧？是吗？是的。那就可能看一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没有想看的一些内容，我们如果是在这个话题范围内的，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我看这边有观众说这个铲子和分数重合了，对比度不高。对，对，如果就我们在这里还是可以稍微改进一下这个游戏。其实我都有点好奇，这个 AI 是怎么刚好把这个植物的位置给恰好放到背景的格子上。这个是因为有一个神奇妙妙小文件，就哦，是有一个 bgdims 点 txt，里面说明了这个 background 它这个要放的位置，从左上角00开始，它是在哪儿，然后哦，它这个大小是多少，然后里面有多少个。因为我之前是没有这个文件的，
所以 AI 在99%的情况下，其实我也没跑100，就是它大部分情况下，至少我没发现它能正确的把这个东西给放上去，因为 Cloud Code 它识别能力没有太好，所以它经常放不准，对的。所以我后面自己手量了一下它这个中间可以放东西的位置，然后把这个东西告诉他。我这边还有个观众说，我喜欢用 Moonbeat 做 Wasm，那 Moonbeat 现在做 Wasm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不对，过 Moonbeat 是不止 Wasm 的，应该说是就对于是 Native 和 JS 的支持也是非常好。就我们编译出来的 Awesome Binary 应该一般，就反正质量都挺高的，就反正从很久之前就开始了。请教个问题，有没有很好的方式将 Moonbeat 运行时移植到 RISC-V 设备运行？Moonbeat 运行时，是其实 native Moonbeat 对还是 Moonbeat 并不依赖，嗯，一个就是像 Go 语言或者 Java 的那种运行时。如果你是要在 RISC-V 设备上运行 Moonbeat 的话，其实很简单，对吧？现在只是我们不能保证你所有的功能都支持，就是说，任何一个软件你跑在我们官方哪怕是官方提供的一些软件，你跑在 RISC-V 上也完全不出问题。但是呢，Moonbeat 它是可以编译到 C，也可以编译到 LLVM 的，所以只要你后面的工具链是没问题的，那 RISC-V 就应该没什么问题。不过，有可能他说是那个什么 Awesome 那个 runtime，我不太清楚。编译成 Wasm，再跑个 Wasm 的运行时。哦，他现在他可能想做的是先把 Moonbeat 的程序给编译到 Wasm，那这那也行吧？对，那这个的话可能就是，对你可能需要找一个支持 Wasm 的 runtime，因为你拿 Moonbeat 编译出来 Wasm，应该是我记得应该是可以在别的那个 Wasm runtime 上跑的。然后就是说，如果你要直接操作 frame buffer 的话，你就通过那些 runtime 提供的那些外部 FFI 的机制来操作那个 frame buffer。Moonbeat 编译出来的 Wasm 是不是在有些情况下会有一些我们自己的那个对东西要提供啊？对，就是应该是有的。对是有的，就是如果你用了一些，我想想，比如说 print line，比如说一些就是你需要外部进行交互的一些函数，比如说 X 里面的一些 FS 操作或者获取当前时间，那么我们可能会生成一些那些 extern 的那个 function stub，你可能要提供。但如果说你不用这些，然后你就是一个纯计算的一个东西的话，那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OK，这里还有一些问题。
哦，坚果还没有展示，我看一下，应该可以展示。我重新跑一下。花费一些。对，反正可以等一下张师来。啊，这个是不是死的太快了一点？这个结果。对，那反正它确实能起到一些些微的作用，就是做完这个僵尸进攻步伐，但是好像它不是很强壮。对，然后这里是这个游戏是编译到 JS 吗？这个的话，目前是编译到这个我们现在跑这个东西是编译到 native 的，就是编译到 C 语言。对， C 后端全部完成了吗？你说的这个是我们编译器的 C 后端，还是说这个游戏？我们编译器的 C 后端也完成了呀，就反正从各种意义上都完成了，对的。就是几乎可以当做生产机的对，那个去运行了。如果你不关心在1.0之前的 breaking change 的话。对，然后对我们生成 C 应该也是非常干净的，就是说它没有用一些特殊的扩展什么的，所以可移植性应该还是比较好的。对的。有观众问，也就是说编译到 LVM，然后用 LVM 后端编译到射标墓碑，这 context 是刚才那个 RISC-V 是吗？应该不是吧？不是吗？哦，context 应该是，就是不是同一个人问的。哦，对对对，那可能是。对，就是说，如果你想用 Mobile 写出能在 RISC-V 上面跑的话，就是说通过 LVM 后端是一个可行路径。对的。OK，大家如果没有更多问题的话，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观看，也非常谢谢感谢大家，振宇。拜拜，感谢拜拜浩翔，拜拜，谢谢。拜拜。